很多人都说自己见过龙，你相信这世界上有龙吗？如果天上莫名其妙开始打雷下雨，那么请注意，这可能不是恶劣天气，而是真的有龙在渡劫。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龙真实存在的故事，故事稍微有点长，请耐心观看。事情发生在辽宁省营口地区辽河沿岸，那里有一片芦苇塘。渔民老赵是这湖上的渔民，常年在湖上养鱼为生。那是1934年8月的一天，老赵和往常一样驾着自家的小木船在芦苇荡里撒网捕鱼。可是那一天与往常不太一样，老赵这大半天撒了10几网，竟然一条鱼也没有捞到，这让老赵非常的费解。这芦苇荡没有人会他更熟悉的，平日里3网2网的下去，那鱼篓里就该装满了。可是今天这鱼就好像是都躲着老赵一样，硬是一条也没捞上来。老赵不免有些失望，哀叹了几声，准备收网回家了。可是就在老赵准备掉头回家的时候，突然在渔船的一侧看到有一个巨大的黑影掠过。这突如其来的阵势把老赵吓得一激灵，虽然看得不是很清晰，可是那黑影真的不是一般的大。就见那黑影极快的速度从老赵的船底游了过去，一头钻进了那芦苇丛里。老赵赶紧往前探身子，想看清楚那到底是啥。那东西在水下游动的速度很快，还没等老赵看清楚那是啥，那黑影已经游进了芦苇荡中。老赵这一辈子都守着这芦苇荡，要说这湖里有啥他是太清楚了，可是刚才见到的太超出了老赵的认知。这时他脑子里像炸开了锅，望着那芦苇荡发愣。看那东西的形状不像是鱼，更像是大蟒蛇。可是这芦苇荡里连水蛇都少见，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蟒蛇呢？老赵傻呆呆地愣了半天，好不容易缓过神来，越想越后怕，赶紧用力地划着小船上岸。正在老赵使劲地往岸边划时，突然水下一股巨大的力量把老赵的小木船先离了水面。突然的冲击把老赵吓坏了，老赵猛地失去了平衡，还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，就一头栽进了湖水里。老赵跟水打了一辈子交道，马上憋住气稳住了身体。水下的视线并不好，老赵担心那东西再次攻击，打着十分的小心。正在老赵仔细地观察着周围的情况时，突然一股巨大的水流涌过，一个黑影快速地擦着他的后背游了过去。老赵吓得赶紧回头去看，可是那东西速度很快，转眼间又消失在了昏暗的水底。还没等老赵把心放下，那东西又一次快速地从老赵身前掠过。这一次虽然没有看清楚全貌，但是老赵看见那东西全身都覆盖着鳞片，身下好像还长着爪子，拖着一条像鱼一样的尾巴。老赵害怕极了，一口气也憋到了极限，不敢耽搁，赶紧向着水面游去。饶是老赵这老渔民在水下接连的惊吓中，还是呛了好几口水，好不容易从水中浮了上来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。老赵怕水下的东西再过来，拼命地往岸边游着。等身体终于趴在岸边了，这时他的心才算放了下来。老赵手忙脚乱地爬上了岸，踉踉跄跄地往家里跑去。老赵家就住在辽河北岸东小街上，离着那芦苇荡并不远。当晚回到家后，老赵就开始发起高烧来，烧得满嘴的糊话。老赵的媳妇看着老赵一副惊魂未定的模样，从外面跌跌撞撞地跑回来，一头就栽倒在炕上，再也起不来了，然后就发起高烧，可把他急坏了。老赵已经没有了意识，脸色苍白，身体滚烫滚烫的。老赵家人围着炕边急得团团转，都搞不清楚这人早上出门时还好好的，咋说病就这么突然的倒下了呢？因为老赵一直昏迷不醒，还高烧不退的，可把家里人吓坏了，顾不上外面的大雨，急忙找了人帮忙，把老赵送到县医院。当天晚上下的那场大雨，那叫一个大啊，就好像天上漏了一个大窟窿一样，瓢泼一般的往下泼。同天晚上，离辽河北岸不远的另一个村子的村民大刘，因为大雨也不能出去串门聊天了，就准备早早的上床休息。他媳妇正在铺床，大刘一边看着外面的大雨，边叨念着去拉上窗帘。正当走到窗前，准备把窗帘拉上时，不经意地往外面瞅了一眼。这一瞅，可把大刘吓得够呛。据大刘回忆，他当时看见
在村西边靠近芦苇荡的方向，有一个龙形的东西正蹭蹭地往天上飞。等它刚窜到天空中时，突然一声炸雷夹着闪电劈中了它，接着就见它在暴雨中左突右闪地躲避着。可是那闪电和炸雷就像有眼睛一样，一直紧追着他。看到这里，被深深地震撼到的大刘赶紧叫他媳妇一起过去看看。大刘他媳妇以为大刘是在闹着玩，就没好气地走了过来。可是当大刘再次看向窗外时，窗外除了大雨和闪电啥也没有。大刘满心的纳闷，就一转眼的功夫，刚才还在天上四处乱窜躲避闪电的那条龙怎么就没了呢？大刘媳妇没有再管他，数落着大刘就先上床睡觉了。大刘呆呆地站在窗前看着天空，他也有些弄不明字了，刚才是真的还是自己看错了？连续的大雨整整持续了数日未停，好不容易天空放了亮，大雨渐渐的停了。连续数日的暴雨，雨一停下来，就有不少村民聚在了一起，纷纷说着自己那天晚上看见龙了。村里的二柱子说，那条龙好像非得要飞上天空，可是只要一飞上去，就会被闪电和炸雷给劈中。那条龙不停地躲避着，可是一有机会它就再往上飞，就这样反反复复有7、8次，最后还是让雷给劈了下来。这时也有村民猜测是条大蛇，要修仙渡劫，结果变化成龙飞上天时遭了天谴。但是大多数人都不赞成这个观点，因为那晚不少人看得清清的，那就是一条龙，甚至连长得什么样的头、什么样的爪子都能描绘出来。而关于这次的坠龙事件，还有另外一个近距离的目击者，他就是田庄村的王秦老汉。王老汉回忆说，那些天接连的下了几天的大雨，庄稼地里都被灌满了，就想趁着雨停了，赶紧去地里放水，兴许还能保住些收成。王老汉家的田地要经过一片芦苇荡，王老汉正走到芦苇荡边时，就听见芦苇荡里有哞哞的声音，好像是牛在叫唤。王老汉是个热心肠，琢磨着别是谁家的牛走丢了，闯进这芦苇荡被困在里面了，就扒拉开芦苇想进去看一看。可是循着叫声走到近前一看，可把王老汉吓坏了，就见眼前的一个泥坑里倒着一个奇怪的动物。王老汉活了大半辈子了，可是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动物。老王汉稳住了心神，举着锄头靠了上去，他想看清楚眼前的这到底是个啥动物。离得近了，看清楚后，王老汉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。就见那动物头顶有角，体型像蛇，身体上布满了鳞片，身下生有4个爪子，那爪子有些像鸡爪，脊背上还有像马一样的鬃毛，尾巴有点像鱼，身上布满了伤口，引来了很多的苍蝇蚊虫，散发着一股股的恶臭，瘫在泥坑里奄奄一息。王老汉的心里是惊涛骇浪的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龙？王老汉看着眼前奄奄一息的龙，心里一阵的为难，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此时正值8月，正是炎热的时候，这龙在烈日下暴晒，又受了这么重的伤，如果不想办法，肯定就活不成了。王老汉赶紧回村里叫人来帮忙。大家一听有龙困在了芦苇荡，都来了精神，纷纷赶去施救，提桶的提桶，打水的打水，还有折着大树枝过来遮阳的。当时老百姓认为龙是吉祥之物，人们都非常的积极，即便是平时懒惰的人也都纷纷跑去挑水。据老辈人讲，大家有的人用苇席和树枝给那条龙搭凉棚，有的挑水往龙身上浇，为了避免它的身体发干。可是这些好像并没有起什么作用，那条龙还是一动不动地瘫在那里。有人说那条龙是犯了天条，遭了天谴，就不活了。很多老百姓每天都跪在地上祈求上天饶过神龙，还有僧侣为其做法超度。老百姓都认为这些日子接连的暴雨就是这坠龙引出的结束。可是这神龙已经伤痕累累了，便纷纷祈求上天绕过这条神龙。奇怪的是，难得放晴的天很快又阴沉了下来，瞬间乌云密布，雷声隆隆，眼看着一场大雨又要来了。见大雨将至，施救的村民都停了手，他们搞不明白天意是什么，也怕炸雷再次劈下，跟着一起遭殃。大家纷纷散开了。
大禹这时也是说来就来了，这芦苇荡里只留下了那条巨龙瘫卧在泥水中。那一年的雨水特别的多，而这次的大雨一下就又是2天。而这次的雨势虽然很凶，但是却不像之前那样电闪雷鸣的了。2天之后，雨终于停了，老百姓还是惦记着那条坠龙，在雨停之后，都纷纷跑到了芦苇荡，想看看它怎么样了。可是那条龙已经不见了，地上有一道深深的痕迹，正是之前它瘫卧时留下的。而村民之前为它这样用的树枝和芦席都散落在一边。村民武三在泥坑里还捡到了一块很大的碎片，看起来应该是一块鳞片，那鳞片晶莹剔透的，阳光一照还有五彩的光斑。这块鳞片武三经常拿出来吹牛，作为自己见过龙的证明。遗憾的是后来搬家时遗失了。再后来就有了国内外各大媒体竞相报道的营口坠龙事件。这条新闻在当时轰动了全世界，很多人都慕名去看了那副龙骨。但是在很多年后，有生物学家重新定义了这起事件，认为当时展出的只是鲸鱼搁浅的遗骨，而至于为什么会有龙角，那是因为当时拼错了。然而在营口辽河一带的老辈人心中，这坠龙事件是真真切切发生过的。